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大刚。看完了两部主角高爽的揍人热血格斗番，今天我们换个口味来看一看主角一直挨揍的不良热血番。和王马和刃牙这种天才不一样，26岁的花环武道是个穷困潦倒的废柴，住着隔音超差的廉价出租屋，电视声音大被房东骂，上班被老板骂，就连街上的小混混都能随便欺负他，而他能做的只有不停的道歉。不久之前，他得知了自己国中时的前女友日向和他的弟弟直人被卷入了当地最大黑帮东万的内部争斗中丧命，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哀悼。站在台上，武道想着自己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突然背后伸出一只手将他一把推下站台。武道最后看到的是朝他飞驰而来的列车和记忆中日向的身影。意识恢复后，武道发现自己居然完好无损地站在地铁上，身边叫他的4个杀马特小鬼正是曾经的不良好友。武道一头雾水地看着他们出了站，路过一面镜子，武道懵了，我去，镜子里这个一头黄毛的屌裤裆杀马特是谁？这不是国中时候的自己吗？武道掏出手机一看，2005年，这居然是12年前的自己，为什么能这么拖？武道终于想起来了，这是他这辈子最巅峰的时刻。国中2年级的时候，他是2年级里不良的2把手，身边一堆好基友不说，还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女朋友。而他们这群不良此次出动的目的是为了找涩谷3中的2年级查价，因为武道和自己在3中的3年级的不良老大表哥打过招呼，他们也不怕3年级找他们麻烦。而废柴了10多年的武道怂得要命，现在的胆子还没12年前的自己大，一听要打架，差点直接吓尿。到3中走了一圈，几个人愣是没发现一个2年级，反倒是遇上了已经加入东万会的3年级不良，几人赶紧搬出武道的表哥镇场子，却没想到那位自称不良老大的表哥其实只是个跑腿的小弟。武道终于想起了关于这段的记忆，以及之后会发生什么。失去救命稻草的他们被一顿胖揍之后跪地求饶，之后被迫加入了东万会，成为了这群人的奴隶。饱受折磨的他一毕业就逃离了老家，过上了一事无成不断道歉的人生。这天发生的事是他一生痛苦的根源，现实果然和记忆中分毫不差。浑身是伤的武道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回顾自己人生最黑暗的时刻，然而脑海中浮现女友日向的脸，让武道不由自主地飞奔了起来。他想再见一次日向。武道忐忑地按响门铃，在看到日向之后，眼泪夺眶而出。武道什么都没说地转身离开，坐在公园的秋千上伤神，正好遇上3个小混混在勒索一位少年。心情极差的武道冲上去一拳干倒领头的黄毛，敲碎啤酒瓶吓走了混混，还教少年以后再碰到这种混混要有胆量和气势。一聊之后发现这少年居然是日向的弟弟直人。武道以为他现在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人生的走马灯，于是将自己喜欢日向以及12年后日向和直人会双双死亡，自己也会掉下站台的事情对直人和盘托出。当时的直人正是中2的年纪，居然还真的相信了这个陌生人的胡言乱语。武道希望直人能够好好保护他的姐姐，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改变未来，拯救心爱之人。武道和之人双手交握，定下约定。然而就在此时，武道突然眼前一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车站的医务室里。他又回到了12年之后，而且掉下站台居然毫发无伤，而救了他的人居然是原本应该已经和日向一起死亡的直人。原来武道真的穿越了时空，直人牢记12年前武道的话，拼命读书，当上了警察，成功自救，还及时赶到救下了命悬一线的武道，但他还是没能救下姐姐日向。但这一切并不是没有希望，武道就是拯救日向的关键。直人推断出武道的能力是回到12年前的同一天，能力的触发器就是和他握手。自从那天过后，直人就把武道关在房间里整整2天不眠不休，拼命给他灌输关于东万会的情报，这些都是他的前辈卧底从东万会里带出来的。但是最后前辈暴露了身份，被东万会的人残忍杀害。直人用尽了各种方式才成为继任者，继续追查东万。所以直人希望武道回到国中的时候去见一下东万现在的2大首领佐野万次郎和西校铁太，如果能阻止2人相遇，东万就不复存在，日向也不会被卷入东万的争斗中去世。明确了自己的目的，武道和直人的手再次相握，眼前一阵扭曲，武道居然真的回到了12年前的今天。好消息是穿越成功了，坏消息是他要挨揍了。武道看着眼前和对手和台上的一群起哄的小混混一脸懵逼，直到挨了一拳当场不该，武道才想起来他穿越到了什么时间点。自从被涩谷3中的不良打败之后，武道几人就成了他们的小弟。3中的不良头头青将将开设赌盘赌架，强迫他们去和别人打架比赛。不明所以的武道只挨了一拳就输掉比赛，被青将的手下一顿暴揍教训。正是这种人间炼狱一样的生活，才促使他舍弃了朋友和日向逃走。然而这次回来，他是要改变未来的。武道强撑起浑身是伤的身体，讨好的询问青将能不能带他去见东万的首领佐
佐野，没想到青将脸色大变，直接用球棒将武道打了个半死，并威胁他要是再说出佐野的名字就杀了他。武道彻底绝望了，知人给他的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现在的心里只有逃避，只想找到知人回到未来。站在了知人家门口的武道正好遇上了回来的日向，看到浑身是伤的武道，日向又生气又担心，如果自己也是男生就好了，这样就能保护他了。看着日向的样子，武道放弃了回去的打算，走出日向家一回头，正好和出来看他的女孩四目相对。武道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他。和武道一样，他们的小团体日子过得也十分艰难。今天要上场打架的是身体最弱的太野，记忆里他差点死在了当场。好友们也都知道太野的情况，紫毛阿敦说想代替太野上场，反而被青将揍了一拳，太野只能上场。围观的不良们乐得用人命开玩笑，但是知道结局的武道却没法眼睁睁看着太野送死。他大喊了一声，叫停了比赛，指名道姓单挑青将。他明白，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他本身不改变，他就无法改变任何事，他不会再逃了。一直当奴隶是见不到佐野和西柚的，然而实力的差距不是光靠决心就能弥补的。青将挥出一拳，正中武道腹部，一拳又一脚打得武道毫无反抗之力。然而武道虽然战五渣，但确实够肉，挨了好几拳之后，愣是还能站着。周围的人群欢呼雀跃，都在大喊让青将弄死武道。阿敦再也忍不了了，他从怀里掏出了刀，打算直接刺杀青将。武道此时已经遍体鳞伤，完全靠着一股劲儿撑着。他这次绝对不会逃避，他有不能退的理由，想要赢了他，除非杀了他。这份决心震撼住的青将，他气急败坏的让人把棒球棒拿来。好基友们赶紧下场保护武道。然而此时的场内却是异常安静，没有一个混混敢动，只因为2个人的出现，东万会副会长龙宫坚四以及会长佐野万次郎。这2个人到底有多恐怖？刚一出现，所有混混90度鞠躬大喊您辛苦了，就连不可一世的青将被踹了一脚都只能忍气吞声。 Miki 也就是佐野径直走到武道面前，不仅给他取了新的名字吴小道，还认他当了兄弟。很难想象眼前这个面带笑容的小矮子会是未来那个无恶不作的东万首领。不过下一秒 Miki 就让武道见识了他的残忍。 Miki 面带微笑，一脚直踹青将，然后拎着青将的脑袋把人砸得不省人事，轻描淡写的废止了赌债的规矩后悠然离开。青将威风不在，他们也得以从苦海脱离。武道居然被东万首领认了兄弟，这点让好基友们兴奋不已。阿敦很感谢武道能为他们出头，因为当时他是准备直接捅了青将的。虽说见到了 Miki， 但是对于阻止 Miki 和西柚见面的事情，武道还是没有头绪。却没想到第2天上课 ，Miki 和阿坚居然主动找上了武道。外面3年级的学长已经全被揍趴了，乖乖趴在地上当人体肉垫。看着轻描淡写踩着人走过的 Miki 和阿坚，武道心里直犯怵，这2个完全把折磨人当成家常便饭，他真的能阻止他们吗？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一个敢上前的。没想到此时日向气冲冲的走过来，对着 Miki 就是一巴掌，然后拉着武道就走。他误以为是 Miki 把武道打成这样的。日向虽然表面上非常淡定，但其实拉着武道的手害怕的在发抖。阿坚一把拽住打了人就想跑的日向，武道尽管非常害怕，但还是勒令阿坚放开日向。无论如何他都要保护日向。刚才还笑着说要做朋友的 Miki 也突然变脸，你想怎么死？但武道依旧没有退缩，他怎么死都可以，但是他们绝对不许对日向出手。想象中的拳头并没有落在他的脸上， Miki 又恢复了他笑眯眯的样子，他可不会对女人出手。阿坚也认可了武道保护日向的决心。得知了来龙去脉之后，日向赶紧和 Miki 道了歉，并大方的取消了2人的约会，让武道去和朋友玩。这种好女孩可不多见了。 Miki 让武道好好珍惜，而 Miki 看上武道这种小弱鸡的理由也很简单，他像自己过世的哥哥，整天打架惹是生非的不良少年，在别人眼中或许很逊，但是他们敢做敢当，自己的烂摊子会自己收拾。这个时候的 Miki 意气风发，他要建立一个属于不良的新时代，并邀请武道加入。会打架的人很多，但是为了自己珍惜的人而勇敢的挺身反抗任何对手的可不多见。回家的路上，武道陷入了迷茫。 Miki 是不良，但不是坏人。12年之后，赌博、杀人、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的东莞，绝对不是 Miki 想要建立的东莞。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Miki？ 答案很简单，就是此时和武道擦肩而过的这个男人西柚铁太。此时的武道不知道，他的一生都会因为这个男人的出现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